港湾新闻网经贸和你聊，我是节目主持人蒋全汉。今天呢，节目的内容做了一些这个小小的变动。那但是那个变动呢，就是让大家觉得会很新奇的事情。那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一个专家中的专家，就是我们冯国豪冯博士，博士好。主持人蒋兄好啊，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冯哥，我们就easy 一点了。好，我们冯博士呢，他是这个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博士啊，就是在国家发展这一块、政治这一块，他是非常的专业。据我了解过去这几年他做这个政治选举的这个预测非常的准到99.999%。那当然不只是指总统了立委的这个各方面他研究的非常透彻，特别是政治统计这一块很厉害，民调这块很厉害。但今天我们的题目呢，不是谈这个选举的事情，我们谈的是什么？我们谈的是东亚区域安全以及它的迫切的危机。我们观众很少会注意到说，大部分很少人会注意到说这个国家的区域安全呢是很重要的。没有安全的话，就民生经济很难去发展嘛。那在过去这1-2年，特别是疫情结束了以后呢，美国、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到南海的菲律宾，一直不断的有很多军事上的演习和冲突产生。前不久南海，昨天吧还是前天，那个船撞船了。好，那实际上呢，我们去看一下的话，就是东北亚、台海跟这个南海，这有3块这个所谓的东亚的这个区域安全的问题。那我所知道，从媒体上看到了像今年年初的时候，美日韩在过年前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大型的演习。那一演习下去的时候，朝鲜就打飞弹，而且一连打了3次飞弹。当然它是试射，讲说试射事实上已经具备说它有打飞弹、打导弹的能力了。那我想说，就东北亚的部分，我首先来请教一下冯博士，这个东北亚这个趋势怎么会演变那么严重呢？以前好像早先的时候，这个好像是朝鲜跟南韩之间好像有6国的这个协商，就是这个核安全的问题都有搞定了。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严厉呢？是什么样的状况？什么的原因变成这样的状况？我想从这个南北韩的问题应该要从整个大的世界的格局，从这个地方来看。那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的架构还是要从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对抗。那在这个川普上台之前呢，我们回到甚至习近平上台之前，2013到2016之间呢，在这之前呢，其实美中之间呢是处在一个相互需要。那到了2013到2016，川普上台，川普感觉到中国大陆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对，那这个威胁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的，甚至在军事上的，甚至在科技上的。2012、13年开始有航母了。对，开始习近平上台，对，辽宁号开始要推动，然后川普上台之前，提到了中国威胁论，包括认为说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就拉帮结派。特别是美国。那美国有个重返亚太嘛？对，那是在奥巴马的时期就有，但是奥巴马时期刚好就碰到2008的这个金融风暴，需要中国这边支持。那一直当然这个事情就推迟到后来。那到了川普就受不了了。那川普当然走向一个孤立主义，当然就是他必须要找到一个敌人。这个最明显的敌人就是中国。当时俄罗斯已经稍微示威了，中国变成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对手。那这时候拉帮结派，那当然就会让当拜登上台之后，他选择跟川普不一样的方式。川普走的是孤立主义，那拜登走的是一个拉帮结派的一个方式。拉帮结派的过程中，最容易让美国人联想到的就是重新把第一岛链拉起来。那第一岛链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几个都是在第一岛链这条线上。第一个当然从最北边的这个韩国跟日本。那日本在这个安倍晋三的时候，他就是非常倾向美国的。这美国人不担心。但是文在寅，韩国的文在寅是比较偏向跟中国大陆比较友好的。那甚至希望说跟北朝鲜之间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6国会议，然后这个朝核的问题能够把它这个处理掉。那但是
到这个中间呢，还是会有萨德飞弹，这个美国会放萨德飞弹在那边，当然也引起了中国的不快。那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那么当时的韩国的竞选就是两派，就是安在旭跟这个以及现在的这个尹锡悦在竞争的时候，当尹锡悦就选择安在旭，些微的获胜。对，安在旭选择了就是这个跟这个中国这边走在一起，那尹锡悦这边就是跟美国这边站在一起。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尹锡悦上台之后，当然跟中国之间的就渐行渐远。那么所以包括对于北韩之间，就是说，因为它导向这个美国日本这边，那包括当然这个时候他就更紧张了，就是说会不会北方的这个有核子威胁？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就允许了这个美国的核潜艇停留在这个韩国的这个军港里面，所以这个就当然就造成了这个就希望说达到核平衡嘛。对，但希望达到核平衡。那所以这个也是尹锡悦这个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主张，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南韩这边要有核子武力来对抗北韩。那当然他自己不可能有这个，也不可能这个让全世界也不可能让韩国自己发展这个自主的核子武器，所以当然就请美国有这个核潜艇过来这边协助，所以就引发了这个金小胖的很多的这个强烈的反应。当然我说过，这个是一个整个大的架构，美国也希望重返亚洲，那么同时重建第一岛链。那韩国当然维持他的所谓的现状啊，对，他认为说这个安全就是我是老大，对不对？那我的盟友在东北亚，日本、韩国跟我是站在一起的，你们不要随便乱来，这样子的意思就对了。日本在安倍晋三到岸田文雄都是走美国的路线，所以美国不担心。那当然。这个文在寅下台之后，到尹锡悦上台，那让美国在韩国这边也吃了一个定心丸。那台湾这边当然，这个我们的蔡英文蔡总统一向就是大家都知道，有史以来跟美国关系最好的总统是，大概就是我们先拉回来，就东北亚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认为说美国、日本、韩国这样的一个结合了哈，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军工产业吗？还是因为产生的危机，然后把中国的资金赶到美国去呢？我想，在中国的资金呢，那个是另外这个我们很多的综合的因素。那最重要就是说，让美国的第一个，让美国的安全防护网能够有一个。当然，美国的安全防护网不要忘了，拜登的另外一个竞选对手是川普。川普脑袋里面，川普是生意人，我就是要钱，那不要忘了，你要我的保护，你要我保护，你要付钱。那拜登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我刚刚讲了，川普是走孤立主义，拜登是拉帮结派。那拉帮结派，当然我要跟你合作。那我要跟你合作，我不可能像川普那样子，我跟你收钱。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要买我的武器，你要买我的武器，你不要付我的钱，但是你买我的武器。那这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军工产业。它就是发展，所以不要忘了，从乌俄战争一直到后来的这个以色列的跟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呢，那么这个受益最多的就是美国的军工产业。对。所以我所知道的是，好像日本最近也买了很多，韩国啦也买了很多那个 F-35隐形战机嘛，都陆续进驻到这个日本跟韩国的一些国家的一个军事体系里面了。好，那东北亚的局势大概这样的情况会保持这个状况，一直不断的演习了，那让军工产业继续生产嘛。对。那东南亚，我们现在知道是南海，南海呢在最近呢发生一个状况是什么？终于撞船了。对，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巡艇啊，海巡舰啊，应该叫海巡的，它应该是运补舰。对。然后跟这个中国大陆海巡艇、海巡舰啊，他们叫做海警有一些冲撞了，然后还造成一些伤害啊。我不晓得听说是有的报载说是4个人受伤，那但是不是真的还不假的，我们不晓得。对。但是以你这样看下来，是不是中国的这个对于他仁爱礁的这个主权啊，已经要进入到一个强力收回的一个这个步骤了吗？还是他的目标只是说要保持说让他还是维持现状呢？
还是说菲律宾他比较强力的是认为说他还是要把这个船保存在那边？以你的看法，我想分开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想法，中国当然以他目前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他要把它收回来，是绝对有这个能力。是，可是他必须要思考到整个东南亚，就南海行为准则，这些周边的国家的一个态度，特别是越南，跟中国有这个冲突的，除了菲律宾之外，就是越南跟马来西亚。那这些国家对于如果中国强行要把它拿回来的话，我相信跟马来西亚跟这个越南之间呢，它的冲突会更大。所以如果以中国来讲的话，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的话，最理想的状况就是维持现状，但是你菲律宾必须要屈服。如果这个主持人还记得的话，当初还记得有一幕，就是小马可仕跟习近平是在他上任的时候，刚上任之后，就是拜会他，不是拜会，在东南亚一个这个东盟会议的时候，他们两个在会谈的时候，刚开始这个习近平是跟他非常热烈的握手，在坐在那边2-3分钟之后，突然间脸色大变，之后就不跟他讲话，从此以后这两个人就不碰面。当然在那个会议里面，听说马可仕就说，外交是他的，找这个菲律宾的主权一步不让。那我们再谈一下八卦了，在这边可以聊一下八卦，可以。这不负责任的八卦，就据说了哈，小马可仕，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哈，那马可仕家族有非常多的资产，放在哪边呢？放在美国。是。那所以当初美国是会挺他，是因为他很多钱在那边。杜特地没关系啊，我不要理你美国。是。所以他跟中国好啊，是也让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让带动菲律宾那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是。可是小马可仕不一样，他有家族上的一个，所以我有那么多钱在那边，当中间，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证实了，但据说美国就要求他，你不能跟中国走太近。所以呢，最近呢，美国的航母啊，在前不久，他也到这个巴士海峡往南海去，而且到他的克拉克军事基地停靠了。对，所以等于是说，菲律宾现在小马可仕有这么强大的这种态度，敢跟中国叫板的话，是因为美国在后面全力在支持他，而且好像在去年前年，他好像有6个基地租给了美国，让美国的这个军事部队军事单位可以进入到里面。那这个对于在第一岛链它所谓的这个东亚的安全机制上面，美国一直还是有强力存在的这个事实，让中国大陆了解到说，你对于菲律宾，你要我这个老大哥点头同意才可以哦，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中国本来对于这艘破船呢，就是马德雷3号啊，在仁爱礁这个马德雷3号，他其实不是那么在意。他的想法只是说，到时候一个台风来了之后啊，这艘船就没有了。可是没想到，就是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之下，把这个船呢巩固，然后派人进驻上去。是。那这一次的撞船事件呢，其实就是运补这些设备，包括太阳能板要上去。是。那当然，中国的海警船就阻止他，了解，阻止他们在逃的时候就稍微有一些擦撞的事件。好像据最近的新闻，这2天的新闻说到美国跟菲律宾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军演，要在4月份叫肩并肩的演习。对，好像是每年他都有在这个时段，这是每一年都会举行的。这个听说还要纳入到台湾的巴士海峡哦。对，有这么一个构想。对，那这样的一个纳入对我们台湾影响是怎么样的？你有什么看法？其实美国一直就强调，包括前2天的这个芬恩号，这个驱逐舰经过台湾海峡，那以前这种事情呢，本来都是大家默默在做，是，但是这一次啊，已经好几次了，美国是故意在第7舰队的网站公开出来公布。了解。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美国讲的，我可以自由航行。是。那当然，这个就是中国要看中国的态度。中国以目前来讲，他选择的就是隐忍呐，就是忍耐嘛。但是他也一样，我的主权还是有发展呢，还是有发展。对，但是你不能侵犯到我的主权。是，这是
中国的一个底线。就是你宣导的叫做自由航行权，对啊，你走了好，那但是呢，主权上面你要跟我照会一下，对，说你要来，对，那礼貌上你要照会一下。他在这个第7舰队的网站里面公告就是我照会你啊，对，你知道了，就看你怎么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是一个挑衅，但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憋屈一点，就是你照会我了，OK 了，好，对，了解就好了，就对了。好，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这个冯国豪博士啦，来针对我们东亚的部分，特别是东北亚和这个南海的现在目前的一些这个紧张的情势啊，区域安全的紧张情势，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我们下个节目呢，我们再邀请他来针对我们台海周边的这个海域的发展，就是美中台三方到底呢？现在目前在未来的发展情势会是怎么样？特别是最近又发生这个金厦的撞船事件啊，那我们台湾希望的是和平安全。对，那到底情势是不是我们在掌握呢？我们下一个节目呢，请我们的冯国豪洪博士呢来为我们来这进一步的解说。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个阶段。好，谢谢大家的观赏，也谢谢冯博士今天的这个跟我们分析的东北亚跟南海的局势，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谢谢。